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掺杂着爱恨情仇，从亲密盟友到势不两立，美国和伊朗到底经历了什么？到底是何种原因令两者走到如今剑拔弩张的状态？大家好，我是微笑。在本集内容之中，让我们一同走进美国和伊朗的爱恨情仇。我用50分钟的时间为你一探究竟。伊朗古称波斯，是人类最悠久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在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出现的明教，便源于波斯的拜火教。伊朗在早期历史之中经历过多次辉煌时期，并在文学、天文、艺术等领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现代伊朗的雏形大致形成于公元16世纪，萨法维王朝统一了伊朗全境，并确立了什叶派为国教的主导地位。时间来到公元18世纪，新兴的阿夫沙尔王朝取代了前者，将伊朗的国力再次推向了鼎盛高峰。伊朗的疆域一度向北扩张至高加索地区，向南及东囊括了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向西则触及了伊拉克以及土耳其的部分区域。然而，这段辉煌的时期有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阿夫沙尔王朝的缔造者纳迪尔沙去世后，庞大的帝国立刻被蚕食瓜分。直到公元18世纪末，伊朗卡扎尔王朝登场，伊朗的疆域才有所恢复。然而，伊朗的国力和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进入近现代之后，三个人的出现对日后伊朗的命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三个人分别是在伊朗山区出生的里萨·巴列维，从小研习神学的霍梅尼以及哈梅内伊。然而彼时的伊朗对于这三个人而言还为时尚早。在1776年，美国宣布脱离英国殖民统治，此后开启了同英国的大战。彼时的伊朗仍处于阿夫沙尔王朝的统治之下。在美国挣脱英国的束缚后，并逐步站稳脚跟之时，也恰逢伊朗进入卡扎尔王朝时期。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美国与伊朗之间正式的官方接触主要从1850年代开始确立。彼时的伊朗仍处于卡扎尔王朝时期，当时的伊朗还被称为波斯。但是直到1940年代，美国与伊朗才正式确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和伊朗都算是彼此之间的新朋友。从整体上来看，美国最初对这个新朋友的兴趣并不算大，相反，伊朗对这个新兴的富足国家却抱有相对浓厚的兴趣。在伊朗近现代化的历程中，美国同样也是被卷入这场博弈的角色。除了在军事领域保持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伊朗在经济发展方面也采纳了美国提出的建议，并且任命了一些美国人担任经济顾问或者在相关重要职位上任职。这其中深层的用意之一，就是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制衡英国和俄国在伊朗的影响力。这背后也有出于自身获利的考量。美国对当时的卡扎尔王朝也持支持的态度。不过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当时与伊朗的关系属于不冷不热。美国对这个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谈不上轻视，但是也并不看重，两者并没有太多核心利益的诉求，但是也没有出现太大的矛盾，整体上偏向友好而非对立。到了二战时期，伊朗的军事价值开始显现出来，其地理优势以及潜在的资源价值成为大国博弈中的焦点目标之一。在二战结束之后，表面祥和的东西方世界再次迎来了隐藏的危机，而苏联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朗发挥的强势影响力，令美国的神经开始紧绷，并加大了对伊朗的重视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俄罗斯与英国对伊朗施加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俄罗斯既对伊朗提供了帮助，但是也夺取了伊朗大量的土地。这一点跟俄罗斯对待中国的方案是类似的。这个话题我后面会说，俄罗斯如何夺走了中国的大量土地。从1650年代到1820年代，伊朗与俄罗斯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5次战争，最终都以俄罗斯的胜利收场。导致的结果是，原本属于伊朗的大片领土外高加索地区就此被纳入俄罗斯的掌控之中。比起远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俄罗斯对伊朗的重视程度显然要高出许多，因为俄罗斯能从伊朗那里捞到的好处更加丰厚，也更加直接。为了巩固双方的关系，同时也为了加强对伊朗的影响力，在俄罗斯沙皇的鼎力支持下，一支名为波斯哥萨克旅的军事组织在1879年正式成立了。这支骑兵部队效仿了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哥萨克骑兵团的模式，其组成人员为高加索人以及伊朗人，但是指挥官由俄罗斯人担任。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这支波斯哥萨克旅成为卡扎尔王朝最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之一。在整个19世纪建立了一系列优势的俄罗斯对伊朗的态度较为复杂。
在英国与俄罗斯在亚洲地区进行博弈的同时，伊朗既像是一个待宰羔羊，又是双方拉拢的对象，双方均在伊朗拥有着一定的特权。俄罗斯针对伊朗的长期策略之一是保存与削弱并行，伊朗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不能对俄罗斯形成挑战。波斯的哥萨克旅成为俄罗斯向伊朗施加影响力的直接手段之一。在13年后，一位名叫里萨巴列维的青年人加入了这支哥萨克骑兵部队。经过近30年的摸爬滚打，里萨巴列维的晋升之路一帆风顺。1921年，他荣获准将军衔。同样是在这一年，里萨巴列维接管了哥萨克精锐部队，率军向德黑兰挺进，最终成功建立了巴列维王朝。为了挣脱俄罗斯与英国长期的束缚与控制，里萨巴列维将希望寄托于美国，同时还与德国、丹麦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展开了合作。相对而言，那时候的伊朗和德国走得更近，关系更铁，而德国呢，对同属雅利安人种的伊朗也是比较关照和支持的。另一方面，从战略布局上琢磨，伊朗这地方的战略位置可太关键了，它能对英属印度和苏联形成直接的威胁，给德国当个急先锋，还能时不时的给这俩的后勤补给线添点堵，为德国在欧洲战场创造有利环境。早在2战开始之前，德国便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与技术顾问。彼时，伊朗的大量武器装备也来自德国，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迅速攀升。随着2战的爆发，纳粹德国在伊朗建立的影响力令英国与苏联忧心忡忡。这不仅影响了两者的军事部署，同样对双方战略物资通道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英国不仅通过在伊朗设立石油公司攫取了巨额利益，伊朗的石油也是英国海军重要的燃料来源。在1941年8月25日，英国与苏联共同进军伊朗，英军从伊朗南部攻入，苏军从伊朗北部攻入。仅仅6天后，战斗便宣告结束，伊朗遭遇溃败。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里萨巴列维被迫退位，其子穆罕默德·巴列维在年仅22岁时仓促即位。此后，伊朗处于英国和苏联的控制之下，而美国也向伊朗派驻军事人员，以保证各类补给的畅通运输。在2战结束之后，英国和美国相继在1945年撤出了伊朗，然而苏联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增派了兵力，最终在美国的介入下，危机得以缓和。但是苏联在中东强大的影响力令美国开始暗中发力，而伊朗仍将美国视为其在东西方之间周旋可依靠的力量之一。然而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1951年，伊朗首相摩萨台正式上任，他强力推行的石油产业国有化策略引发了英国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第2代掌门人也因为内部的各种问题被迫离开了伊朗。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美国与英国开始默契的联手合作，两者秘密策划了一场颠覆伊朗政权的行动。这场行动由英国的军情6处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划，前者主导了靴子行动，后者策划了阿贾克斯行动。两个行动的目标都是针对摩萨台，最终英美的目的达成。摩萨台失势，巴列维王朝在美英的支持下重掌大局。美国和英国在伊朗涉及的产业众多，其中最为关键的要数石油资源。原本由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逐渐被美国、法国以及荷兰石油公司的进入所打破。随着石油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伊朗也开始从中获得好处。丰厚的回报一时间让伊朗手中可支配的资金大幅增加，也推动了伊朗在军事方面的发展，确立了成为现代化军事强国的宏伟目标。巴列维王朝的重新登场，似乎也标志着美国与伊朗蜜月期的开端。然而，中东石油危机的爆发也让双方关系出现了些许微妙的变化。由赎罪日战争引爆的石油危机对西方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然而一度飙升400%的油价，令包括伊朗在内的一系列产油国赚得盆满钵满。于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开始涌现出来。而伊朗在增强了经济实力之后，立刻启动了庞大的军事采购计划。这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武器单元是在1960年代从加拿大采购的90架佩刀战机。这批战机是由加拿大授权生产的美国佩刀战机的改进版本，其核心武器是早期的响尾蛇近程空对空导弹。时间来到1970年代，伊朗凭借石油贸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其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到了1970年代中期，伊朗从美国购买了500辆早期型号的 M109 自行式火炮，50多套英式防空导弹，2000多枚小牛空对地导弹，以及数量可观的陶式反坦克导弹等等。此外，
伊朗还从美国那里买了200多架海眼镜蛇武装直升机、100架支奴干，还有将近300架贝尔214直升机。而这些呢，也只是伊朗采购计划里的一小部分。在战斗机这个领域，伊朗向美国采购了79架熊猫战斗机、220多架 F4 鬼怪2型战斗机、160多架 F5 虎式战斗机以及6架 P3 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在海上作战单元方面，伊朗采购了2艘美国二手艾伦萨姆纳级驱逐舰。此外，伊朗也采购了1艘英国二手战斗级驱逐舰以及4艘由英国建造的阿尔万德级护卫舰，同时采购了大批英国导弹，例如英国的轻舰防空导弹以及海猫防空导弹。伊朗也采购了一批英美气垫船，并为这些气垫船加装武器，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气垫船攻击编队。在陆战领域，伊朗也采购了大量英国武器，其中主要的代表型号是200多辆蝎式轻型坦克以及近800辆酋长主战坦克。然而，伊朗雄心勃勃的军事采购计划之中，苏系武器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其中就包括了什勒喀河自行高射炮以及 BATR-60式步兵战车，还有冰雹、多管火箭炮等等。在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伊朗对于军事领域的发展同样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到了1970年代中后期，伊朗已经对现有的武器装备感到不满足，于是在1976载，伊朗向美国订购了300架 F-16战斗机，并增购了71架熊猫战斗机。在1977年，伊朗订购了7架 E-3预警机以及12架空中加油机。此外，伊朗也计划采购200余架大黄蜂战斗机。在海上作战单元方面，伊朗采购了4艘美国基德级驱逐舰，这些驱逐舰预计搭载密集阵近迫武器系统、标准系列防空导弹以及鱼叉反舰导弹。此外，伊朗还计划从美国获得刺猬雕级潜艇以及数量更多的 P3 海上巡逻机。除了向美国大量采购武器外，伊朗也向德国采购了6艘209型潜艇，向意大利采购了狼级护卫舰，向荷兰采购了寇腾纳尔级护卫舰，以及向法国采购了卡曼级巡逻艇等等。而这些也只是伊朗庞大军事发展计划中的一环。在地面作战单元方面，伊朗向美国采购了500辆 M109 自行式火炮以及400余辆 M60 主战坦克。而彼时，伊朗最大的军事采购计划之一是向英国购买2000辆酋长坦克。这批庞大的军事采购计划最终因为巴列维王朝的落幕而大多石沉大海。然而，伊朗对于跻身军事强国行列的渴望，以及成为军事强国的执着追求，由此可见一斑。不过，这些常规的军力扩充需求依然无法满足伊朗的雄心壮志。伊朗早在1960年代末期就曾与英国进行过接触，希望能获得核动力航空母舰。英国早期的 CVA-01 型航母设计方案以及后来的无敌级航空母舰都曾是伊朗考虑过的选项。除了英国之外，伊朗也曾与法国进行过磋商，探讨获取航空母舰的可能性。伊朗认为，一旦拥有了航空母舰，其海上威慑能力以及影响力范围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为了能够保障航母的运作，伊朗计划在其南部的重要港口恰巴哈尔兴建一座海军基地，专门为航空母舰和潜艇提供后勤保障。除了航空母舰之外，伊朗在军事领域还有2个重要计划是获取弹道导弹技术，并且很可能是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然而，伊朗的这个需求被对方果断拒绝了，这也让伊朗和以色列走到了一起，双方开始共同合作，启动了鲜花工程。鲜花工程大约在1977年拉开序幕，这是伊朗与以色列之间一项绝密级的合作项目。伊朗利用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来换取以色列在武器研发领域的技术支持。这个项目很可能是以以色列的天使反舰导弹作为蓝本，并整合了来自美国的技术和关键部件，最终打造出一款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彼时，伊朗与以色列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合作密切，合作项目数量繁多，以色列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甚至可以说，以色列今天能发展出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离不开当初伊朗的鼎力相助。在军事领域，美国和伊朗的关系也迅速升温，变得紧密起来。无论是伊朗主动向美国示好靠近，还是美国从中嗅到了巨大的潜在利益，美伊两国之间的关系随即迅速升温。从冷战的大格局来看，拉拢伊朗也能有效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扩张。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美国都开始大力加强与伊朗的关系，并向伊朗派遣了数量庞大的军事顾问团。
不仅仅是美国，以色列也成为伊朗重要的武器采购源头之一，大量的西方武器开始涌入伊朗。虽然伊朗获得美制弹道导弹的想法遭到了否定，但是伊朗在核领域的发展却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或者说极大得益于美国的支持。早在1957年，伊朗与美国便签订了核能合作协议。到了1967年，在美国的协助下，伊朗建立了德黑兰核研究中心，当时配备了一座用于研究的反应堆，这座反应堆的功率达到了5兆瓦，其所需的高浓缩铀燃料由美国供应。在那个时期，美国提供的少量铀235浓度可能高达 93%， 而该项目的总承包商是美国机械铸造公司 MF。 除了参与伊朗的核计划， MF 也是以色列早期重要的核项目承包商。以色列的早期核反应堆项目以及其在内盖夫建立的核研究中心均由 MF 参与其中。伊朗最初的核设想是在伊朗建立20余座核电站，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石油枯竭。彼时计划的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美国、德国以及法国等纷纷参与。伊朗的核能发展项目竞争激烈，在已经启动的12座核电站建设计划中，美国拿下了其中8个，德国和法国各自分到了2个。时间来到1970年代末，伊朗的首座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已经快要建好了，它的1号反应堆工程完成了一半，2号反应堆的进度更是达到了80%。巴列维国王在核能领域的宏伟蓝图是在未来20年建立一个庞大的核电网络。然而，巴列维国王的雄心壮志即将出现端倪之时，一场巨大的危机迫使巴列维王朝走向了终结。西方世界同伊朗的合作项目立刻陷入了停滞，例如 F-16和大黄蜂采购计划、数千辆的酋长坦克采购计划，以及涉及海陆空的各类后续军事项目立即被终止或取消。欧美在伊朗涉及的所有核领域项目也全部无法继续。美国与欧洲不再向伊朗提供浓缩铀，以色列也终止了同伊朗的合作。假设巴列维王朝的终结再推迟几年，那么伊朗有可能在1980年代初期获得一部分 F-16战斗机、一定数量的大黄蜂战斗机以及一批熊猫战斗机。伊朗还可能获得少量德国209型潜艇，尤其是在核领域。如果伊朗能够建成稳定运转的核反应堆，项目可能将获得大量的稳定浓缩铀生产渠道。但是这一切都在1979年戛然而止。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取代了巴列维王朝的伊朗帝国之后，包括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与伊朗的关系开始急转直下。然而，伊朗并没有放弃在核领域的发展。然而，西方的打压以及两伊战争的冲击，令此后伊朗的核项目发展举步维艰。在进入1990年代后，伊朗开始加大在核研发领域投入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伊朗可能拥有了一些浓缩铀提炼设施，并且在伊朗境内找到了铀矿资源。美国和以色列，特别是以色列方面觉得，伊朗在1980年代后期启动了一个代号为阿玛的核武器研发项目。这个项目很可能由伊朗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带头。法赫里扎德这个人被看作是伊朗核计划的核心人物，甚至被一些西方国家称为伊朗核弹之父。在20年11月27日，法赫里扎德的车队遭遇了隐秘的遥控武器袭击，法赫里扎德在袭击中丧命。伊朗方面认为，这套遥控武器装置以及整个袭击行动很可能由以色列方面发起。遥控武器在150米外发射了10余发子弹，随后搭载武器站的载具发生了爆炸。整个过程可能有人工智能的参与，依靠卫星通信来实现数据传输。此外，以色列也认为伊朗拥有核弹头计划，其单个弹头射击当量为10千吨，能够集成在部分大型制导武器上，其射程将覆盖以色列全境。而这种弹道导弹很可能是伊朗的流星3型或者其改进型号。此外，以色列方面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伊朗的铀浓缩能力已经获得了显著的增强，无论是用于民用目的还是其他方面，伊朗在核领域的发展遭到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严厉制裁。美国与伊朗之间彼此的敌视和缺乏信任，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西方世界对伊朗核能力的限制划定了界限，这一界限是浓缩铀库存量不得超过300公斤，纯度上限必须控制在 3.67% 以内。然而，伊朗实际上很可能已经突破了这一界限。以色列方面认为，伊朗完全有能力将浓缩铀的纯度提升到 60%。也许伊朗正在利用核问题与西方世界进行博弈，然而这也导致了伊朗与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时间来到2020年初，
伊朗圣城旅的指挥官苏莱曼尼在一次美军的袭击中不幸丧生。随后，伊朗方面正式宣布不再遵守伊核协议里的那些关键条款。伊朗在纳坦兹、福尔多以及伊斯法罕等地的那些重要核设施，也在那之后接连遭到了以色列和美国的空袭。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垮台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美国曾试图限制伊朗的经济独立性。他通过暗中操作来打压国际石油价格，从而引发了伊朗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手也让美国自己从中捞到了不少好处。不过话说回来，巴列维王朝的时代终究是彻底翻篇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将美国和以色列视为恶魔的全新的伊朗，赫然登上了世界舞台。而美国最终接纳巴列维国王的行为，成为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在1979年11月4日，震惊美国的伊朗人质危机爆发，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重重包围，最终66人成为人质。直到400多天后的1981年1月，这些人质才完全被释放。在巴列维王朝落幕之际，对现代伊朗产生重大影响的霍梅尼，在1979年初返回了伊朗，而美国大使馆成为了被围攻的对象之一。原本拥有近1000人的美国大使馆迅速疏散了大部分人员，仅剩下包括外交官和其他文职人员在内的66人。第一个被充当人质的是首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员肯尼斯·克劳斯。然而，命悬一线的克劳斯最终在各方斡旋下最先返回了美国，而其他人还在未知的恐惧中继续等待。除了克劳斯外，另外6名美国外交官最终逃脱，并进入了2名加拿大外交官家中躲避。这6人一共躲避了79天之久。这6人分别是罗伯特·安德斯、克拉、里耶克、马克、里耶克、约瑟夫、斯塔福德、凯瑟琳、斯塔福德以及李沙茨。为了营救这6个人，加拿大官方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策划了一场秘密的营救行动。这个计划用一个电影拍摄项目作为掩护，为6名隐藏的美国人制造了虚构的加拿大人身份。为了掩人耳目，美国在好莱坞设立了专门的工作室。每当有电话咨询打进来的时候，这个工作室就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说辞，为秘密行动计划提供支持。然而，那6名美国人的藏身之处却总是接到一些不明来历的电话，这些人的藏身地点很可能已经暴露了。在1980年1月27日，这些人最终登上了德黑兰飞往瑞士苏黎世的航班。时间来到了1月30日，这6个人最终成功抵达了美国。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后来被改编成了著名的电影《逃离德黑兰》。此后，部分被伊朗扣押的美国人质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陆续获得了释放，但是到了最后，仍然有52人一直被关押，直到1981年1月才终于得以返回美国。因为这场人质危机，美国与伊朗的正式外交关系彻底断绝。伊朗选择了阿尔及利亚作为与美国联系的中间人，而美国则选择瑞士作为其与伊朗联系的中间人。后来，伊朗将阿尔及利亚换为了巴基斯坦，双方之间的沟通主要通过瑞士和巴基斯坦传达。实际上，除了加拿大与美国秘密采取的营救项目，美国军方也曾采取特种军事行动，试图武力解救人质。这次行动以三角洲特种部队为主，代号鹰爪行动。在人质危机期间，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也处于破裂的边缘。美国方面认为，一旦两伊战争爆发，伊朗方面或许会猜测美国可能会选择支持伊拉克。这样一来，被扣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恐怕就凶多吉少了。所以美国方面下定决心，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准备强行突入解救人员。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这次营救行动设立了2个秘密集结点，一个在德黑兰东南方向大约320公里远的沙漠里，代号为1号汇合点，以及位于更靠近德黑兰的沙漠2号汇合点。该汇合点大致位于德黑兰以西80公里。整个流程是通过直升机和 C-130 运输机将作战小队运送至沙漠2号汇合点，再通过提前准备好的车辆将作战小队运送至目标区。整个主力作战小队由93名三角洲特种部队成员组成，其核心任务是突袭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另外还有一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以及一队美国陆军游击兵，他们主要负责执行辅助任务。整个行动的配置计划可以说是非常完善，由3架 EC-130负责搭载后勤补给，另外3架 MC-130E 则搭载特战队员。这6架 C-130 运输机从阿曼附近海域的马希拉岛出发，将要飞行超过1600余公里以抵达沙漠1号汇合点，途中将由 KC-135 加油机提供保障。
另外，距离伊朗海岸100公里外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配备有8架 RH-53D 海种马直升机，这些海种马将飞行超过1000公里，抵达沙漠1号汇合点。所有人员和设备在沙漠1号汇合并整备后，特战队员换乘海种马直升机，再飞行约420公里，抵达沙漠2号汇合点。在夜晚降临后，随即展开特种作战行动。与此同时，美国空军的 AC-130空中炮艇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与珊瑚海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联队也能够提供空中支持。计划虽然堪称完美，然而现实却是一团糟。在任务启动之后，由8架海种马直升机组成的编队遭遇了沙尘暴，再加上部分直升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最终只剩下5架直升机能够满足执行任务的条件。而计划中要求的最低标准是6架直升机，最终整个任务被紧急叫停，或者说以失败告终了。在行动过程中，一架海种马直升机与一架 EC-130运输机发生碰撞，现场随即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并燃起大火。10名机组成员中有8人不幸丧生，另有5架海种马直升机被遗弃在了沙漠1号汇合点。所有人员搭乘剩余的 EC-130撤离了现场，整个任务彻头彻尾的失败了。伊朗人甚至是从新闻报道中才得知美国人曾经来过这里。在解救人质行动失败后，促成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成立，用以统筹管理各个特种部队单元。此外，美国陆军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也因此成立。然而，伊朗人质危机最主要的后果有2点：第一，美国与伊朗的正式外交关系彻底断绝，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转向了敌对。其次，与美国关系的紧张或许让伊拉克看到了机会，甚至在攻打伊朗的时候能得到美国的默许或支持。这种猜想无疑增加了两伊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等到伊朗人质危机一爆发，美国也立马开始对伊朗实施各种制裁，这大概也算是伊朗后来被西方一系列制裁的开端了。在伊朗人质事件爆发后，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武器禁运，而当时伊朗手中拥有大量美式武器，急需零部件支持。因为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大战似乎已经无法避免，美国一方面将霍梅尼视为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又担心伊朗彻底倒向苏联。而以色列与美国都希望伊朗与伊拉克在彼此的冲突之中相互牵制，因而以色列和美国很可能通过其他渠道变相向伊朗秘密出售了各种武器装备。以色列和美国秘密向伊朗出售的武器弹药可能包括了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以及英式防空导弹及零配件等等。这一事件被称作伊朗门事件，它也是电影《战争之王》的灵感来源之一。在1980年9月，伊拉克对伊朗发动了进攻。作为中东地区的另一个大国，伊拉克同样渴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掌握更强大的话语权。无论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还是革命之后的新伊朗，实际上都同伊拉克之间存在各种摩擦。这些摩擦有的事关区域归属纷争，有的事关立场之争等等。总而言之，双方之间的冲突开始愈发出格与升级，而伊朗在发生巨变后，似乎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在种种事件的刺激以及内心诉求的驱使之下，伊拉克决定发动进攻。当时的伊拉克军队规模超过20万人，装备了超过2300辆坦克以及300多架作战飞机。而伊朗这边虽然正处在一个相对困难的阶段，但得益于巴列维王朝时期打下的雄厚家底依然还在。两国之间的这场较量一打就是将近8年，最终双方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也很难说到底谁真正占了上风。然而在两国激烈交锋的战场上，伊朗所占据的优势开始慢慢减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伊拉克能够源源不断地购入更多先进的武器和装备，而受到各种限制与严厉制裁的伊朗，很多关键武器坏掉一件就真的少一件，根本补不上。这也对后来伊朗的军事力量发展带来了非常长远且深刻的影响。在这场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在背后给予了伊拉克不少支持，这其中可能涉及了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及部分军事技术和情报的提供，还有信息共享等合作。不过，美国选择支持伊拉克，或许也不全是为了报复伊朗，而是为了在中东地区维持一种微妙的，甚至有些病态的平衡。一方面，美国确实不愿意看到伊朗变得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伊拉克当时又和苏联走得太近，这令美国一时间难以抉择。在巴列维王朝覆灭后，美国认为伊朗在对抗苏联方面仍然具有价值。在两伊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也可能向伊朗提供了一些关于伊拉克的重要情报。
然而到了1982载，美国开始明显转向支持伊拉克，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贷款、情报信息与作战建议，以及适当放松的武器出口管制。美国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伊拉克逐渐进入了守势，而伊朗逐步进入了攻势。在伊朗逐步占据上风之后，美国开始增强对伊朗的压制行动。除了向伊拉克提供支持，美国也通过海上禁运等方式封锁伊朗的战力补给与更新能力。两伊战争是人类近代规模最大、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之一。就在这场漫长的冲突期间，伊朗将目标对准了伊拉克的奥斯拉克核反应堆，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空袭行动。这次行动发生在1980年9月30日，行动代号为“焦土之剑”。伊朗出动了4架 F-4鬼怪2型战斗机，对伊拉克的核设施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这次偷袭成功，导致伊拉克的核设施遭到破坏，使得伊拉克的整个核计划被迫暂停，但并未触及核心功能。然而，同样是出于对伊拉克发展核能力的忌惮，以色列在1年后发动了歌剧院行动。由于抱有相同的目的，以色列与伊朗很可能进行了一些秘密的合作。伊朗可能向以色列分享了一些有关伊拉克核设施的关键情报。此外，为了给以色列空军创造条件，伊朗可能出动了 F-4战斗机编队，对伊拉克的 H-3空军基地实施了轰炸。伊拉克在该基地停放的部分战机图22和图16轰炸机被摧毁，这大大削弱了伊拉克针对以色列的报复打击能力。此后，以色列出动了8架 F-16战机，对伊拉克的核设施造成了重创，奥斯拉克核设施被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核计划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与打击。面对伊朗的攻势，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海上行动，以报复伊朗在波斯湾海域的布雷以及针对第三方船只的袭扰行为。其实，在两伊战争时期，伊朗和伊拉克均出现了相同的行为，但是伊朗布置的水雷令一艘美国舰艇受损。综合权衡之下，美军决定拿伊朗开刀。为此，美国集结了3个海上战斗群。第一，战斗群的核心是特伦顿号船坞登陆舰、麦考米克号导弹驱逐舰以及梅利尔号驱逐舰也编入其中。第二，战斗群由温莱特号导弹巡洋舰领衔，巴格莱号护卫舰以及辛普森号导弹护卫舰共同组成。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战斗群里还秘密搭载了一批海豹突击队员。至于第三战斗群，则包括了杰克威廉斯号导弹护卫舰、奥拜恩号驱逐舰与约瑟夫斯特劳斯号导弹驱逐舰共同组成编队。此外，美国的企业号航空母舰将负责提供空中支援。总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动了1艘航空母舰、1艘船坞登陆舰、4艘驱逐舰、1艘巡洋舰以及3艘护卫舰。美军此次行动的主要针对目标是伊朗的3座海上石油平台，这3处平台已经停止运作，并被伊朗全面武装化。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海军，伊朗方面并没有退缩，而是出动了护卫舰、巡逻艇以及武装快艇应战，并继续袭击第三方船只。1艘美方的补给舰也受到袭击。随着冲突继续升级，伊朗海军派出小型巡逻艇，伊朗巡逻艇逼近美国海军战斗群。在收到美方警告后，伊朗艇员非但没有撤离，反而瞄准了美军温莱特号导弹巡洋舰，发射了1枚鱼叉反舰导弹。温莱特号迅速释放箔条干扰弹，成功规避了来袭的鱼叉导弹。美军辛普森号导弹护卫舰随即反击，连续发射了4枚标准2型防空导弹，直扑伊朗巡逻艇而去。温莱特号也随即发动反击。伊朗的 F-4战机在试图空中支援时，被温莱特号发射的2枚 RIM-67导弹驱离。伊朗海军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派出了吨位更大的护卫舰萨汉德号出击。美国航母上的 RA-6E 攻击机发现了萨汉德号伊朗护卫舰，随即发射了海猫防空导弹，但是没有击中目标。R6E 战机立刻展开反击，向昂萨汉德号发射了2枚鱼叉反舰导弹，同时还发射了4枚舰长2型空对面导弹。约瑟夫斯特劳斯号驱逐舰也向萨汉德号发射了1枚鱼叉导弹。萨汉德号被击中后沉入大海。在这之后，伊朗海军的另1艘护卫舰萨巴兰号再次出击迎战，并试图用海猫导弹攻击 RA-6E 战机，结果反而受到重创。最终，伊朗海军的1艘护卫舰沉没，1艘护卫舰重创，多艘巡逻艇和武装快艇沉没。美国海军仅有1架海眼镜蛇直升机因失误坠毁。在两伊战争期间，凸显了利益至上的策略。
无论是对立的伊朗与以色列，还是伊朗与美国，在面临相同威胁时，即便双方立场对立，也能心照不宣地展开私下合作。而美国的立场转变尤为迅速，当他判定伊拉克威胁更大时，便转而支持伊朗；当他觉得伊朗可能扭转战局时，又掉头去支持伊拉克。然而，这些基于利益考量的反复摇摆终究无法长久维持。两伊战争对伊朗与伊拉克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双方都出现了大量的伤亡情况；其次，也消耗了巨额的资金和武器装备；最后，彼此之间的隔阂也进一步加深。从伊朗方面来看，由于难以获得武器更新与补充，严重阻碍了其军事发展步伐；而家底基本耗尽的伊拉克，于是将目光瞄准了科威特，因此引来了美国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在1989年，伊朗的霍梅尼去世了，接替他位置的是哈梅内伊。第二年，伊拉克就入侵了科威特，海湾战争由此爆发。为了把伊朗拉拢过来，美国又拿出了一些诱人的条件。不过，在海湾战争打完没多久，美国再次把伊朗晾在了一边，并开始了更为严峻的制裁行动。在1993年，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提出了双重遏制策略。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是美国专门研究中东事务的机构，其重点研究方向是处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其整体策略更偏向以色列。双重遏制策略成为美国对待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官方策略。这种策略类似英国的大陆均衡战略，即不能在中东地区出现能够足以垄断石油供应的单一强国。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沙特与伊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双支柱国家，用以维持整体的平衡。但是在伊朗发生巨变，伊拉克开始与苏联靠近后，美国的双重遏制策略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压制伊朗和伊拉克，让双方都无力去干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然而，两伊战争已经让伊朗和伊拉克都举步维艰，苏联也已经不复存在，伊拉克更是在海湾战争后一蹶不振。尽管如此，美国依然对伊朗和伊拉克保持着高度警惕，尤其是伊朗可以说是美国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最坚定的反对者。尽管三方私下里可能有些交易往来，但是从整体大局来看，伊朗仍然将以色列与美国视为最大的两个假想敌，反过来对方也是这么看伊朗的。为了保持更直接的遏制能力，除了实施各种制裁手段以外，美国也开始在阿拉伯地区大量驻军，而美国的高压策略也产生了一些反效果。其中，美国在沙特的驻军行动，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纵容和支持等原因，最终在一个名为本拉登的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也许这背后的原因更加复杂。无论如何，美国在中东的策略似乎正让他自己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然而，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重要石油产地，美国无论如何也绝不愿意放松对这片区域的掌控。而伊朗正一步步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头号劲敌。除了伊朗本身之外，黎巴嫩的真主党组织、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也门的胡塞组织，以及伊拉克与叙利亚的部分武装组织，被以色列和美国视为受到伊朗的资助，甚至被其直接控制。这些被美国与以色列认为以伊朗为首的力量，成为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施加自身影响力的直接障碍。从巴列维王朝落幕开始，美国便对伊朗实行了持续的制裁。目前，美国仍然禁止本国与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贸易，并禁止向伊朗出售多种零部件和原材料等等。在两伊战争结束后，美国与伊朗的贸易一度短暂恢复，但是随后又陷入全面停滞状态。所有的伊朗金融机构均被禁止与美国金融体系对接，伊朗国内一些主要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被禁止与美国金融体系进行往来。一些存放在美国的伊朗资产和资金也遭到了相应的冻结处理。基本上每一任美国总统上任之后，都延续了对伊朗的制裁策略。从整体趋势上来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是在不断增强的。而在军事层面，美国对伊朗的限制就更为严格了，以防止各类零部件和军事技术流入伊朗。此后，美国相继将伊朗的圣城旅以及整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恐怖组织。此外，美国也将伊朗的部分个人列为制裁目标。美国内部曾做过一项分析，如果接触或大幅度放宽对伊朗的限制，那么伊朗每年仅通过石油贸易就能增收600多亿美元。而对伊朗的制裁导致的世界石油成本增加，每年也可能令美国损失数百亿美元。然而，这并没有减轻美国扼杀伊朗经济的强度。在特朗普上任后，对伊朗的态度尤为强硬。
在2018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定。国际原子能委员会在2025年5月认定，伊朗已经将浓缩铀的纯度提升到了60%，其60%高浓缩铀的产量可能已经超过了400公斤，而浓缩铀的纯度达到90%，就将达到武器级别。鉴于民用核电站的浓缩铀纯度通常达到5%左右即可，因而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经过多番权衡，裁定伊朗违反了伊核协议。在不到1个月之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随后美国也对伊朗发出了直接的军事威胁。在2025年6月21日，美国的 B-2轰炸机开始进行调动，部分美军基地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次日，6架 B-2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的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在空中加油机和战斗机的掩护下直飞伊朗。从2011年开始，特朗普便坚决反对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美伊双方关系开始逐步紧张，而以色列从整体上处于火上浇油的角色，一再催促美国加强针对伊朗的力度，甚至鼓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可能不仅仅是根除伊朗的核能力，而是令其成为第二个叙利亚。伊朗的部分核设施配备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其核心设备可能深入山体内部，处于地下80米到90米深。只有动用美国的 GBU-57重型钻地弹，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在2024年，美国与以色列的联合演习中，曾经模拟过针对地下目标的攻击项目。美国也针对伊朗的地下核设施进行过秘密的研究和攻击预演。在2025年6月19日，特朗普表示会在未来的2周内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美军的各项军事调动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位于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大量美国军机被调离。然而1周的时间还没到，在2025年6月22日，美国空军第509轰炸机联队的7架 B-2从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在3次空中加油后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在 F-35 和 F-22 等战机的保护下进入伊朗。美军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同时对伊斯法罕的3处目标发动了空袭。时间大约是在美国东部时间傍晚6点40分，6架 B-2轰炸机对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投下了整整12枚 GBU-57巨型钻地弹。第7架 B-2则向纳坦兹目标投掷了2枚 GBU-57，福尔多核设施挨的那12枚钻地弹全都精准地扔进了2个通风井里。另外，在伊朗附近海域还有一艘核潜艇，很可能就是美国的乔治亚号俄亥俄级核潜艇，向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发射了30枚战斧导弹。在执行完轰炸任务后，所有7架 B-2再次在各类战机的护送下启程，返回美国本土。整个午夜之锤行动共出动了120多架飞机参与，包括战斗机、轰炸机、空中加油机、侦察机等等。此次行动的美军飞机穿越了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至于上述国家是否提前知道这件事儿，甚至伊朗方面有没有提前得到风声，目前还完全是个谜。而伊朗那几处核设施到底被炸成啥样了，一时半会儿也很难估摸清楚。作为回敬，伊朗瞄准了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波弹道导弹。就在2025年6月23日那天，伊朗向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了14枚导弹。根据伊朗的说法，有6枚导弹击中目标。根据卡塔尔和美国的说法，除了1枚偏离导弹，其余13枚均被成功拦截。除了弹道导弹打击，伊朗的无人机可能对美军部署在乌代德基地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实施了干扰行动。最终在2025年6月24日，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在此之后，随着伊朗国内局势日趋紧张，美国再次介入其中，并在2026载1月向伊朗附近海域派遣了林肯号航空母舰。到目前为止，美军在伊朗周边部署的军事力量正在持续不断的增加。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已经对伊朗展开了军事行动，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已经拉开了序幕。美国要对伊朗动手，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主要可以归纳为2点。这第一点就是伊朗在核技术方面的进展，让以色列和美国都感到了安全上的威胁。这第2点则是伊朗在弹道导弹技术上的发展，使其具备打击美军基地的能力，甚至拥有威胁美国本土的潜力。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要求伊朗放弃核计划，并大幅削减其弹道导弹实力，实际上就等于让伊朗缴械投降。而一旦伊朗放下武器，那么即使美国只对伊朗进行有限度的打击，也无法保证以色列不会趁虚而入，这可能才是伊朗更担心的问题。
美国和以色列在特种作战方面能力突出，这些特种作战行动已经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针对伊朗的袭击会不会引发针对以色列和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现在还不好说。而一些被视作美国铁杆盟友的阿拉伯国家看起来也相当紧张。从表面上看，或许这些国家并不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伊朗，但是似乎也不希望出现一个更为混乱而无法预测的伊朗。而伊朗长期以来积累的负面情绪也很可能会向四周发泄。此外，彻底打击伊朗可能会令以色列失去制衡，一个更为强大的以色列可能也是海湾国家不愿看到的现象。在2025年，伊朗针对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打击，至今仍在海湾国家心中留存着一道阴影。卡塔尔、阿联酋、沙特、巴林以及约旦等等，可能是除以色列外容易受到打击的目标。这种可能性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19年，伊朗就曾对沙特的部分石油设施进行了打击。从进攻手段上看，伊朗完全有能力对整个中东地区发起精确制导打击。早在2019年，伊朗就曾对沙特的石油设施发起无人机攻击。此外，美伊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会催生出数量庞大的难民潮，这些难民之中或许会混杂着武装人员，他们将涌向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这种局面也是其他中东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尽管主动权目前仍然握在美国手里，但是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扮演的角色也许并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却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无论是站在美国对立面的，还是美国的盟友，其中都有与伊朗关系十分密切的成员。例如，作为北约重要成员的土耳其，就曾从伊朗大量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整个中东的局势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美国与以色列在现实中可能都面临高性能防空武器的库存问题，美军不可能将全部家底用于保护以色列，而是需要维持其全球部署以及保护本土的能力。尽管以色列与美国的防空能力更为先进，但是伊朗拥有大量的廉价无人机以及低成本制导武器，能够对两者的防空系统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如果伊朗能够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持续空袭中保留一部分无人机以及制导武器的发射能力，持续消耗双方的耐心，这可能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战争打响之后，伊朗那些实力有限的盟友或许会加入对以色列和美国的骚扰行动。这里面，伊拉克的地理位置比较关键。从地理位置上讲，如果把以色列作为主要打击目标，那么离黎巴嫩太近，各类行动容易被提前发觉；也门距离太远，向其提供大型武器的难度也较大。伊拉克相对而言能够规避这两个问题，其纵深够大，又与伊朗相邻，支持伊朗的伊拉克武装力量能够接收各类武器单元，并对以色列本土以及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产生威胁。虽然美国与以色列的空中优势巨大，但是仅仅依靠空中力量完全终结伊朗也存在较大的难度。如今美以伊三国杀已经付诸现实，伊朗已遭到了巨大的冲击，然而尚未澎湃，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受到影响。这个世界可能正处于战后最为复杂的阶段，俄乌之间的战火至今仍未平息，美国自家后院也时不时闹出点动静，大规模的直接交火暂时被按了下来，可地区性的小冲突反倒有越打越凶的势头。不管怎么说，在美国、以色列、伊朗这场三方博弈里，最让人捏把汗、最不稳定的那个，恐怕还得是以色列。除了牢牢掌握着制空权，以色列对付伊朗的那些情报手段总能时不时地派上些用场。以色列在伊朗内部是否安插了内应，或者掌握了更深层次的情报来源，这一点很难估量。此外，摩萨德很可能也参与了一些针对伊朗高价值目标的定点清除行动，而伊朗的反击手段依然存在。在此之前，以色列主要针对伊朗的中程弹道导弹系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打击，但是伊朗可能仍然拥有大量短程制导武器以及大量的无人机隐藏在伊朗各处。相比于胡塞武装的反击，伊朗的反击规模与持续时间可能会是另一个层次。也许这些武器无法摧毁美国强大的海上舰队，但是美国在伊朗打击范围内的各个集结点以及军事基地，包括以色列本土，都将面临持续火力压制的风险。在美国的午夜之锤行动发生之后，伊朗向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起了报复。彼时的乌代德基地基本已经处于清空状态，仅有2套爱国者系统处于防御状态。为了拦截13枚伊朗弹道导弹，这些爱国者火力全开，也许拦截效率确实比较高，但是很可能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药。如果伊朗将导弹数量大规模提升，美国或者以色列是否会出现弹药告急的状态，这就很难估计了。
这是伊朗为数不多能够产生实际威胁的手段之一。美军在伊朗附近的集结点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和以色列面对伊朗有着绝对的自信，然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或者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时，美国和以色列能够快速应对也是一个问题。最后，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短暂的和解，而以色列仍然不满足，那么美国会怎么办？如今大战已然爆发，美以的特种作战行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无论以色列是否会裹挟美国，如今的局面可能已然难以收场。总而言之，美国已经将自己推上了高台，这对天生的冤家注定要面临这场宿命的对决。而已经处于弱势的伊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让我们共同期待。好啦，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内容，也是微笑最长的一个视频了。非常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